以色列全面包围加沙，哈马斯露面就被围剿，俄罗斯进攻显乏力，进攻次数仅剩一半，乌克兰再添100万无人机，德国永久驻兵俄罗斯边境，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以色列国防军依然是占据着绝对优势，哈马斯仍然在被碾压中。12月20号 ，IDF 一天袭击了300多个哈马斯目标，一架战机摧毁了哈马斯的导弹发射阵地。在加沙地带北部 ，IDF 完成了北部的完全包围，拜特哈农完全被以军掌控，拜特拉西耶也被三面包围。哈马斯的隧道中枢在遭遇毁灭性打击后，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只在拜特哈农组织了一次偷袭，但很快就被准备好的 IDF 给扑灭了。以军第162师全面控制了哈马斯据点贾巴利亚，数百名哈马斯被围剿，另外有约500名哈马斯嫌疑人被抓获。隧道、指挥中心和火箭生产工厂被摧毁，而且以色列空军也没有等待，继续保持着轰炸封锁。萨拉丁大道就是以空军监视的目标之一。另外，在贾巴利亚以西的地区 ，IDF 发现了疑似哈马斯据点的建筑物，以色列空军对其实施了重点打击。以军第179旅摧毁了加沙城南部海滩附近的一个隧道竖井，竖井爆炸后，以军发现了大量哈马斯成员逃入海岸线的建筑物。空军对这座建筑物实施了有效打击，此后第179旅肃清了海滩附近的建筑物，消灭了哈马斯的2个据点，以及他们实施海上活动的船只。以色列海军继续协助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进行机动搜查，彻底清除哈马斯活动范围内的有效目标。可以说，整个加沙北部已经牢牢掌控在以色列的手中了。哈马斯在此的命运呢，只有等待被收割。12月20号上午7点，以军逮捕了哈马斯的头目穆罕默德·德伊夫。在加沙地带中部 ，IDF 也展开了行动，从尤霍尔·阿德迪克开始向南突进。截止到12月20号，以军已经推进，经过了布赖吉，现正处于马加奇难民营东侧。而加沙南部封锁线的以军也有部分开始向马加奇前进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两军将会完全封锁加沙中部的东侧地区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空军对加沙中部的哈马斯据点进行了顶点轰炸，一天共出击5次实施打击。由于以军长久以来对加沙南北部的封锁，不少哈马斯成员选择在中部游荡，但以军现在的战略重点并不在此，加沙中部可能会成为新的哈马斯聚集地。所以以空军的活跃呢，非常有利于打散哈马斯的计划和行动。按照现在的节奏，如果以军早就已经做好中部的围剿方案，应该在7到14天呢，能够完全的掌控加沙中部地区。接着咱们再去加沙南部，在这里呢，以军第55旅攻占了汉尤尼斯的军事总部，因为这里在几小时前有哈马斯活动。果然在以军占领此地后，从建筑物里发现了大量哈马斯存放的武器，包括枪械、弹药、炸药和20枚迫击炮弹。而且空军再次将轰炸区域缩小到了市中心，在不去除轰炸强度的情况下，持续对汉尤尼斯市中心的哈马斯据点进行袭击，这让哈马斯慌不择路，选择就近与以军展开激烈冲突。但是在 IDF 强大的火力笼罩下，哈马斯很快选择了逃跑，但是也有以军士兵受伤，不过很快就被医疗部队开直升机接走了。从这里就能看出，以军作战效率不会太低，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医疗保障让士兵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只要以色列国防部做好方案，加沙地带基本已经被控制，哈马斯只能在隧道中等待着那似乎已经注定的未来。在约旦河西岸，经过以军60个小时的清剿，反抗人员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在12月20号，整个西岸的暴力事件降到了最低。当晚，以军逮捕了25名反抗组织成员，这应该是此地平静的主要原因。接着看看以色列北部，以色列军队没有越过国境线实施地面进攻，依然保持了高强度的火炮威慑。即便如此，黎巴嫩方向呢已经完全熄火了，整整1天时间，一次反击都没有，彻底被以色列军队压制。大兵完全没有想到，以黎冲突竟然结束得如此仓促。接着我们去看看中东地区最热闹的地方——红海海域。昨天咱们已经介绍过了，不清楚的兄弟可以去看这一期。
美国拉起了10国海上联盟维护红海治安。截止到12月20号，这个海上联盟已经扩充到19个国家，同时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已经从阿曼湾移到了亚丁湾，而阿曼湾呢，虚位以待卡尔文森号航母了，基本上包围的局势已成。听说伊朗方面呢，似乎也有一些动作，不过目前还没有确认消息，大兵也会一直关注。接着再看看俄乌战场。在俄乌战场上呢，俄军似乎显现出了疲态，每条战线上的进攻次数全都减少了一半以上，特别是在阿夫迪夫卡方向，前2天呢还是多点开花，可是在12月19号的进攻上，俄军是彻底哑火了，只剩下焦化厂一个点在进攻，而且也像中老年交作业一样疲软，毫无进攻的犀利感，反而是防守的乌军越战越勇，轻松击退了12次俄罗斯人的进攻。当然轻松呢也是有原因的，这次进攻的俄军部队几乎是纯步兵，除了开始时的几架无人机被乌军专门用对付无人机的小组敲掉以后，后面呢就是风暴 Z 冲锋队了。面对这种送人头的行为呢，吴军当然是来多少干多少。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，俄军就退却了，哪怕在阵地上响起了督战队的吼声，吴军再也看不到再次冲锋的风暴队了。吴军这边呢，除了已经挖好的战壕，还有隐藏在深处的狙击手，因为阵地在这个方向呢已经筑成很久了，所以守军也有了默契。除了这些步兵单位，后面还有西方援助的火炮，不过坦克并不多，但这并不是问题，因为现在乌军的情况多为防守，而且乌军在无人机的应用熟练程度上普遍是高于俄军的，所以乌克兰国防部对于无人机的需求量很大，正巧就有人把无人机送到了乌克兰人手里。12月19号，乌克兰军方接收了第一批 AQ400 Size 无人机。该型号的无人机呢，是由 Terminal Autonomy 研发完成的，是一款远程无人机，航程750公里，从短跑道起飞或者弹射器发射，能够承载高达32公斤的有效载荷，如果缩短航程还可以扩展到70公斤，是一款能够携带大当量炸药的自杀式无人机，而且具有快速组装、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的优点。此后呢，该公司将保证每个月500台的产量，相信这种无人机呢又会成为乌克兰人的又一利器。也是在同一天，泽连斯基发表的年度讲话，他透露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已经提议再动员45万到50万人加入乌克兰部队。在未来的2024年，乌克兰将生产100万架无人机投入部队，而且泽连斯基表示，乌克兰不会和谈，他将寻求完全恢复乌克兰国际公认的边界，包括克里米亚。泽连斯基的讲话再次阐明了乌克兰的主张，也表达了继续抵抗下去的决心。有数据显示，与11月相比，欧洲与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增加了10%，并且超过60%的欧洲人赞成继续提供援助。除了之前已经援助到乌克兰的物资，法国人表示力度还不够。12月19号，法国国防部宣布，在2024年，法国将帮助乌克兰训练更多的战斗机飞行员，以应对他们即将接手的 F-16等战机。在同一时间，法新社报道，德国和立陶宛签署了一个长期协议，德国将在立陶宛永久性部署一支作战旅，大约4800名德国士兵，将被部署到立陶宛靠近俄罗斯的边界。再加上12月18号美军进驻芬兰15个基地来看，北约各国对俄罗斯的防御更加实质化，同时也是一种信号，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变相的援助了乌克兰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战争早日结束。今天战报到这里了，我是大兵，我们明日战报再见。